小朋友，你觉得天气要冷到什么程度才会让人连手指都不敢伸出被窝呢？想象一下，如果外面正在下大雪，北风呼呼地吹，河面结了一层厚厚的冰，这个时候你的妈妈生病了，医生说如果能喝上一碗新鲜的鱼汤，也许身体会舒服一些。可是整条河都冻住了，哪里还能找到鱼呢？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办呢？就在这个几乎不可能的时候，真的有一个孩子为了让生病的母亲喝上一碗鱼汤，冒着刺骨的寒风走进冰天雪地之中。后来人们把这个故事流传了下来，叫做卧冰求鲤。故事里的孩子名叫王祥，他从小就特别懂事，可惜他的亲生母亲很早就去世了。后来父亲又娶了一位妻子，王祥便有了一位继母。可是继母并不喜欢他，家里的脏活累活几乎全都落在王祥身上，冬天洗衣，夏天砍柴，天还没亮他就得起床干活。村里有些人看不过去，偷偷问他：你继母对你这么不好，你为什么还对她这么孝顺啊？王祥只是笑了笑，说：她是我的妈妈，我希望她开心。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，大雪一连下了好几天，北风呼呼地吹着，连树枝都结满了白霜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继母突然病倒了，她躺在床上，脸色苍白，一点力气也没有。郎中来看过以后，摇了摇头说：她的身体实在太虚弱了，恐怕熬不过这个冬天。如果能喝上一碗新鲜的鱼汤，或许会好一些。大家一听，全都愣住了。现在可是寒冬，河面早已结成厚厚的冰，哪里还能抓到鱼呢？父亲忍不住叹了口气：算了吧，这种天气哪来的鱼啊？王祥站在一旁，低着头想了很久，最后他轻轻地说：我去试试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王祥就一个人出了门。天空灰蒙蒙的，雪踩在脚下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，冷风吹得人几乎睁不开眼。王祥一步一步地走到河边，眼前是一整片结冰的大河，冰又厚又硬，白茫茫的一片，别说鱼了，连一点水声都听不见。王祥站在河边，冻得手指发红，但他一想到躺在病床上的母亲，还是慢慢跪了下来。他伸手摸了摸冰面，冰冷刺骨，冷得像针扎一样。可王祥还是做出了决定，他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只要母亲能好起来，我一定要试一试。于是王祥脱下衣服，慢慢躺在冰面上，寒气一下钻进身体里，冷得他全身发抖。风不停地吹着，雪花不断落在他的头发和脸上，他想用自己的体温融化坚硬的冰面。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了，王祥冷得嘴唇发白，可他始终没有放弃。就在这时，突然咔啦一声，冰面竟然裂开了一道缝。王祥一下睁大了眼睛，紧接着哗啦一声，两条大鲤鱼竟然从裂开的冰洞里跳了出来。王祥又惊又喜，连忙抱起鲤鱼，拼命往家里跑。回到家后，他马上熬了一锅热腾腾的鱼汤，香味很快飘满了整个屋子。王祥把鱼汤端到继母面前，继母看着满身冻伤的王祥，
又看着他冻得通红的双手，心里忽然一阵难受。直到这时候，他才终于明白，这个孩子是真心把自己当成母亲。后来，继母的身体果然渐渐好了起来。从那以后，他对王祥的态度也完全改变了。而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也一代一代地流传了下来。卧冰求鲤是一则古代孝道故事，故事中的情节带有传说色彩，小朋友千万不要模仿躺在冰面上的危险行为，记得安全第一哦。王祥最让人佩服的地方是，即使受了委屈，他的心依然温暖善良，依然愿意用一颗温暖的心去对待别人，面对生活。而真正珍贵的是他心里那份愿意为家人付出的爱。有时候帮爸爸妈妈做做家事，主动说声谢谢，或是在家人生病时送上一句关心的话，都是孝顺的表现。小朋友，如果是你会用什么方式来关心家人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